我的爷爷艾伯特先生是一个优秀的横笛手。在7岁那年，我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。墙上的这件乐器是他最珍爱的物品。我来自挪威的一个音乐世家，爷爷他年轻时周游世界，梦想是了解世界上的每一种音乐。很荣幸的，我继承了他的这项爱好。很多年后，在法国金秋艺术节的一次音乐会上，我意外地听到了那来自天籁的歌声。没想到，这首来自中国的民歌，正是爷爷记录在日记本上的，在我童年时常常哼唱给我听的那首歌。爷爷，这是什么？琵琶。琵琶？原来爷爷最珍惜的乐器正是照片上这个女孩手里握着的琵琶。但这个女孩是谁呢？为什么爷爷这么珍爱这把琵琶？爷爷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。哦，路易，您真是个天才音乐家，连这种罕见的外国民族音乐您都能一听就会唱，真是太了不起了。我不是什么天才，只是我的朋友 Leo 他并不知道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歌曲了。在我们西方曾流传东方无多声部民歌的说法，而这一次演出彻底否定了这种谣传。中国的侗族大歌给了人们一个全新的答案，同时也给了我关于爷爷那个不肯说出来的秘密的线索。来自天籁的歌声啊，不知是否还在啊。我决定循着爷爷当年的足迹，去地球的另一端寻找这首歌的发源地。是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很想知道爷爷那个问题的答案。来自天籁的歌声，不知是否还在。爷爷这么说，难道是在担心这种罕见的音乐会消失吗？风先生在为我带路呢。侗寨的风光比我想象的更加美好。秋季的侗寨，人们刚刚收割了庄稼，把稻穗捆扎起来，晾晒在层层叠叠的大木架上，真是很有意思。
爷爷，您的日记里写着中国侗寨有3宝：鼓楼、大哥、风雨桥。那么这座美丽古老的廊桥就是风雨桥了吧？据说这是专为路过的人遮风挡雨、歇脚休息而搭建的桥。当年您是否也从这里走过呢？啊，这个女孩子不就是上次在音乐厅演出领唱的那个吗？嘿，嘿，这个唱歌很动人的女孩，名字也很好听，她叫杏怡。欢迎你到侗寨来。哎，他们在干什么呢？哦，他们在抬官人。抬官人？是啊，相传700年前，有一个侗族的大官人打败妖怪，拯救了我们侗寨的老百姓。后来每年这个时候，大家都扮演当时的情景来纪念他的功劳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也是官人啦！村民们很热情，用长长的长桌宴招待了我。丰盛的菜肴让我美美的吃了一顿，还喝了几碗香甜的米酒，真是有些醉了。杏怡跟我说，有侗寨的地方就有鼓楼，每逢节日，侗寨男女老幼便欢聚在鼓楼前采歌堂看侗戏。哈哈，我也凑了下热闹，来这里参加对歌会。原来侗族姑娘小伙们是唱歌来谈恋爱的，他们管这叫做行歌作乐。只是不知道我的姑娘在哪里呢？是否也觉得他们很相像呢？
给为了心头下这是你的相片吧？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昨天我喝太多了。很多年以前，有一位爱唱歌的外国人送给我外婆的。恨呀咿哇啾啾，恨呀咿哇啾啾，恨呀心呀咻咻，恨呀亲吧啾，恨呀咿哇啾啾，恨呀咿哇啾啾，恨呀心呀咻咻。我想我找到你相片上的那个女孩了。你们因音乐而相遇，却又因音乐而分开了。很多年后，我带着您的疑问，把您的路重新又走了一遍，感受您曾经感受的歌和人，人和事。能告诉我，那来自天籁的歌声还在吗？爷爷，你听，此时的山谷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了。侗族大歌就在这里，一岭众河与自然万物融为了一体。此刻正回响在天地之间，正演绎着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。是啊，2500多年啊，历史长河中，一代代口耳相传、流传下来的侗族大歌，清泉般闪光的音乐，掠过了古梦的边缘，一直到今天。城市的发展总是在同化并改变着曾经的文明。中国的侗族大歌同样面临着失传的危险。幸运的是，侗族大歌已经申报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但愿这颗璀璨明珠在时光的角落里闪烁着永远的光华。所以，爷爷，我决定留下来，守护它，让更多的人像您和我一样，能听到这来自天籁的歌声吧。桥还在，鼓楼还在，歌声也一直还在的。